手肘往上，用力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，放我下来！哎，你要干嘛？你，老实了吧？我没有不让你去，但是你不能没日没夜的都待在那儿吧？可是我怕我学不会啊，到时候有的人可是要欺负我的。谁他妈敢欺负你，老子第一个剁了他！哼，就怕你知道是谁，你就舍不得下手剁了。哎，干嘛？你为什么不和郭晨宇在一起啊？谁？郭晨宇啊，我觉得你俩挺搭的，至少比你和汪硕要好。还不老实是吧？你又来！你，还不老实？别搞！什么？精神分裂早期症状分为多疑、性情大变、精神衰弱。影响因素有生物因素、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有点急事儿，拜托你们先下课，好不好？走吧。小帅，我正培训你是医生，帮我看一下，这个是汪硕当年的病历，帮我分析分析。双向情感障碍、重度焦虑。我跟孟涛分手那年也有类似的症状。我靠，汪硕这比我当年还要严重啊！那他得这些病都有什么症状？通常表现为抑郁症和狂躁症交替发作，如果严重的话，还有幻听、妄想、行为紊乱等症状。也就是说，汪硕当年很有可能因此做了一些比较极端的事儿。有可能。你怎么来了？找他呀？不是，别你找他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吧？现在我俩关系可好了，都一块睡过了。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怎么没跟我说过？就是那天，以后别什么事儿都跟小帅说，万一他哪天扭头就告诉我了呢？行，就我多余是吧？你俩玩吧，我走了。喂，大卫，你别走啊，大卫！无所谓，来一场。再来一个。会灌篮吗？我靠，你这也太牛了吧！这篮板太帅了。你好厉害啊！怎么变的？我教你灌篮吧。教我啊？学不会吧？
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我不是来找你的，你给我，还给我。我好希望自己是小粗暴啊，可以让你宠7年。你自己干那些破事儿，你怪不了谁。是啊，我贱，我不要脸，我活该，这样总行了吧？你什么样，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为什么说这么伤人的话？好歹也是同学一场，相好了这么多年，那小粗包也算是咱俩的儿子，这么多情分在，你就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？你还给我！你看，既然小粗包都不想让咱俩分开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顺便带我去蛇园看看呗。我听说那儿有好多蛇是我当初走的时候留下的。骨肉分离了这么多年，哎，我也该去好好看看他们了，好不好嘛？志成，你带我去嘛。不好意思，等一下。这么久没有见他们，好想他们呀。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好好吃饭。为什么要淋雨啊？我一直在这坐着，是雨自己要下，不怪我。那你为什么不走啊？到处都是雨，往哪儿走呢？我的小粗包，被你弟弟拐走了。走，我带你找回来。小粗包没在这里。别感冒，把湿衣服换了吧。走了走了。阿姨，你又不住院。哎呀，我已经缓过来了，刚才是你先疼迷糊了呀。要不还是跟他说吧，你不能总这样吧。小池，千万不可以。万一我哪天死了，大琼最多是难过几天。你现在要是告诉他，他就得一直熬到我死的那一天。不要。阿姨，您别说这种话。要不这样，咱今天晚上再观察一晚上，如果明天没事儿，我一早把您送回去。行。那你先休息，我去打个电话。谢谢啊。没事，阿姨。辛苦你了。
在家吗？嗯准备睡了？嗯，行，我今天晚上有点事情，回不去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不在，你自己盖好被子啊。晚安。我很想对你说，不只有落日和远海。如果今天过后不会再重来，无畏昼夜。要不你去汪硕房间休息一会儿吧。我很想对你说，不了吧，不只有星辰或万一汪硕山回来，脉发现我在他床上，他会不高兴。日出西落进我眼中，汪硕不会回来了。无惧夏雨在外留宿的人，停摆是不会因为雨停了就回家的。是啊，手都绿了。喂喂，我回来了。人呢？昨晚去哪儿了？我问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汪硕家。是汪硕，还是汪真？你觉得呢？无所谓。你摸着良心自问一下，这件事情我忍了多少次了？你给他发消息，我他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说你打拳，我当你贪玩。你现在都敢去他家过夜了，你把我驰骋的宽容当垃圾是吗？你以为我把你当鸭子养？没话说。既然你这么贪玩，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。走。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被驰骋赶出家门，
你这么得宠，还能被他赶出来？怎么，正主换回汪硕啦？离家出走啊，走到家门口不就行了吗？怎么还跑到我这儿来了？大卫，你真被赶出来了？这不正好说明驰骋他在乎你吗？他昨天晚上一整晚都没回来，肯定和汪硕在外鬼混一整夜，还跟我发火，肯定是因为他心虚。你说的对，他早就想把我给赶出去了，就是想让汪硕重新搬回来。不是，你先等会儿。你说汪硕跟驰骋鬼混一晚上？对啊，他甚至连个理由都不肯找。我问他去哪，他就说有事儿。汪硕昨天跟我待在一起呢。啊？他来找你干什么？他大半夜找上门，我总不能赶一个精神病人走吧？那驰骋去哪儿了？我现在还有什么资格管他？他曾经说过，他说不喜欢我了，就会立刻把我踢出去。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，本来还想借汪振让驰骋吃个醋的，这倒成了把我踢出去的借口。那你这2天打算去哪里住啊？要不然你来我这儿住吧。我想回家，我想我妈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妈，我的好大儿，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呀？妈，怎么感觉你又瘦了？我这个病到我这个岁数都这样。妈，糖尿病是要忌口的，但营养也要跟得上啊。哎呀，什么营养不营养的，到这个年纪吃饱就行了。妈，岁数越大越要养生。没事儿，今天我做饭，做顿好的。等我，好，等我啊。啊。妈，啊，这些都谁送的？小池啊，他来的可勤快了。最近啊，他天天来，他喜欢吃我做的饭，每次啊，在我这里吃好了才回去的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佐料啊，味道真不怎么样，实在是吃不惯这个味道。要不是人家好心好意送我，我都想扔掉了。哎，妈，这玩意儿可不能扔，这是名贵补品。大琼啊，你交了小池这个朋友，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真的比娶一个好媳妇还管用呢。就是因为有了他，就没媳妇儿了，他才管用的。哎，是不是没信号啊？为啥不给我发消息呢？啊？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，妈？啊，没事儿，给妈倒杯水。好。
妈，喝水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看见你回来，我太开心了。可能晚上吃多了，有点消化不良吧。妈，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您生病了呢。没事儿。妈，我扶您上床。好。大球，你也上来。好，陪妈说会儿话。前2天啊，我梦见你爸了，梦见他在院子里摘枇杷，身子骨还是那么硬朗，像年轻时候那样。妈，我也想我爸。我真想早点去看看你爸。妈，怎么这么说呢？可不能咒自己。我一个人天天在院子里，太闷了，也没人跟我说说话。妈，要不贷款买个房子，您搬过来跟我一起住，这样我也能陪你。唉，只是我要天天上班，家离公司又太远，来回太麻烦了。哎呦，这傻孩子，你有点钱就瞎嘚瑟，好好攒着吧，等有钱了再买。不过你就是买房子了，妈也不会去贷的。唉，我舍不得这院子，舍不得你爸。我在这里都住了40多年了，我死也要死在这里。我呢，现在就盼着你早点给我娶个儿媳妇儿，给我再生个孙子或者孙女。对，妈，生个大胖娃娃，抱起来软软的。长大之后呢，就围着您来回转圈，叫您呀奶奶奶奶奶奶。是啊，妈盼着呢啊。喂喂，你怎么来了？带小瓷包回来看爸爸呀。这就是你们2个人的爱吵呀？你现在拍照都不怎么爱笑了。我从来就没爱笑过。我记得之前咱们那些视频里边，你可每一条都在笑啊。哎，对了，前2天那个无所谓去了我家一趟，这小子手不老实，他动了我的电脑。那些视频应该都被他看见了。你故意的是吧？我说，你到底要干嘛？玩啊，看你们打架，我高兴。你他妈！继续。你别拿我对你的伤害程度来衡量我们的感情余温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对你仅仅是一份尊重，是我苦等6年的尊重。你听清楚，我说的是6年，不是7年。从去年开始，
我这个地方就不再属于你了。你对我就真的只有尊重吗？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个6年？算上我们在一起那3年，整整10年驰骋。只是我问你，这10年，你能从你心里彻底挖掉吗？还有郊外那个房子里，有我们多少的回忆？你在那儿住了这么多年，为了养我们的蛇，每天忍受着30多度的高温，那种回忆能忘掉吗？忘不了。但那只是一个疤。我能看见，也能想起以前，但它只是留在我身上的一个疤，不会再疼了。都说由爱生恨，但是恨得太深了，也就不会再有爱了。等你半天了。我这几天公司事情有点多，在这住2天。怎么不在池城那里住了？还没有和好啊？奶茶。唉，这都几天了，他一条消息都没给我发，鬼知道他在哪，肯定是跟汪硕在那鬼混，把我都忘了。那他要是主动来找你，你跟不跟他回去啊？他就是在这跪着，给我磕2头，我都不带原谅他。那你可要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切！关于汪硕的事儿，我让程宇前2天去打听了一下。他说什么了？汪硕承认这是他下的局，他跟程宇啊压根儿就没睡。什么？
他有病吧？确实有。不是，有病的人也不像这样啊！我怀疑他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我一定扒出来，让驰骋看看。可是我们只有郭成宇这一个人证，如果驰骋信的话，早就信了。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。汪硕留了那么多他们3人的小视频，他肯定还有其他的证据，我一定能找出来。算了，喝奶茶吧。哎，你说，汪硕都回来半年了，他都去干嘛了呀？他不会只看着你和驰骋甜甜蜜蜜吧？我不信，他得有多自虐才会喜欢看自己喜欢的人和情敌在一起。他肯定偷偷摸摸谋划，想把驰骋抢回去呢。那他最应该调查的情敌可就是你了。哎，说到这个，他好像对我的名字很感兴趣，问了几次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。名字？对，无所谓吗？是。他是不是知道我为什么改名？也就是说，他知道我和月月的事情。那他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揭发你？肯定还没到时候吧。那大卫啊，你就打算一直跟着他的计划走吗？都到今天这一步了，不走也得走了，而且结果怎么样，谁都不知道。他怎么又来了？哦，他新公司装修，来我们这儿选购。他不是知道咱俩的关系吗？他找你选购。汪硕也知道我们俩关系，他也来我们这儿选购。但凡情敌光顾，我都白送。估计是他知道这个消息，过来白嫖吧。你是真大方。是，我大方，不像某些小气鬼，一生气就10几天不联系，一见面就兴师问罪，还嫌我对情敌大方。我说怎么这几天我老打喷嚏呢？原来你在背后骂我呢。哟，还能听到我在背后骂你呢？估计这几天跟别人鬼混，可能都把我快忘了吧。我跟谁鬼混啊？说实话，这10几天想我没？没想，我想郭成宇都不想。嘴是真够硬的，想死是不是？想死是不是？回家说。我前段时间去看我妈了，她变得好憔悴。可能是他老人家最近累着了。谢谢你，你总过去陪她，还陪她一起吃饭。现在这道谢了。前2天做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？我妈是一流产体质，怀我的时候已经流了2个了，她生我的时候都已经38了。她的好多朋友房子都是孩子给他们买的，甚至有的孙子都上幼儿园了。我现在事业才刚起步，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时间太不够了。现在公司的业务能走上正轨了，你放心，我还可以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得很好。你啊，
有时间就多回去陪陪妈妈吧。你对我的事情，向来都是这么包容。怎么？你想让我对你斤斤计较啊？有话快说，等我这支烟抽完，可就没机会了。